2026年4月，一封没有任何预告的邮件悄悄发到了国际天文联合会的服务器上。没有新闻发布会，没有媒体预热，没有任何人提前知道这件事儿。就这么一封邮件，把人类天文学200年的记录给顺手打碎了。邮件里附了一份数据，记录了将近100万次独立的天文观测，而这份数据里藏着11000个此前人类从未见过的太阳系天体。你可能没有概念，我给你换个参照。全球所有天文台、所有太空望远镜、所有国家的天文学家加在一起，干一整年，大概能新发现2万颗小行星，而这一次提交发现了11000颗，是全球年产量的1半还多。更绝的是，这些数据不是某台望远镜正式工作了一整年的成果，而是它热身6个星期随手找到的。听到这里，你应该想问，这到底是一台什么样的怪物？答案在南美洲一座2600多米高的山上。智利北部安第斯山脉有一道山脊叫帕乔恩山，这里常年干燥少云，空气稀薄透明，是整个南半球天文观测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山顶上有一栋18层楼高的建筑，外形活像一个巨型粮仓，里面装着一台叫西蒙尼巡天望远镜的东西。整套系统以美国天文学家薇拉·鲁宾的名字命名。这台望远镜的主镜口径8.4米，但口径大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很多望远镜都有大口径。它真正变态的是它的相机。这台相机重达3吨，体积和一辆普通小轿车差不多。它是人类造出来的像素最高的数码相机，32亿像素。你手机上那个拍人脸都虚的1200万像素相机，跟它比是什么概念？它单张照片的信息量大约要用将近400台超高清电视拼成一面墙才能完整显示出来，而它单次曝光覆盖的天区是满月面积的45倍。45个满月，一张快门全拍进去了，但还没完。普通大型望远镜要转向一个新目标，从启动到稳定对焦，通常得花将近10分钟。鲁宾完成同样的操作需要5秒。整个结构从镜片到底座都是按照这个速度专门设计的，快速转动的同时，光学对准分毫不差，所以它每个晴夜能产生20太字节的原始数据。一年下来，一台机器积累的数据量超过地球上其他所有望远镜几十年的总和。这是一台生来就是为了不停地扫、不停地拍的机器，它眼睛里的天空是别人望远镜看到的5倍深。那5倍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在其他望远镜视野里飘了几十年，却因为太暗始终没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对鲁宾来说是他的日常工作。好，机器讲完了，我们来看他第一次睁开眼睛看到了什么。2025年6月23日，鲁宾的第一批真实观测图像对外公开。发布活动同时在华盛顿特区、智利以及全球数百个观看聚会现场直播。所有人都以为会看到一些不错的星空图，结果屏幕上出现的东西让整个天文圈集体沉默了几秒钟。第一张是三叶星云和焦糊星云的合成图，距离我们数千光年，位于人马座方向。这张图用678次曝光叠加，花了7个多小时。即便是单次曝光，深度和精细程度就已经超过了很多老牌望远镜多年专项观测的总和。很多天文学家盯着那张图，在那儿看了很久很久，没有说话。第二张是室女座星系团，距地球约6500万光年，乍一看像一片密密麻麻的星空，仔细一看你会发现，那里面几乎每一个光点都不是一颗星，而是一个星系。鲁宾单张合成图里捕获了将近1000万个星系，里面住着数以千亿计的恒星。但是那天真正让人震惊的还不是这2张图。就在那10小时的测试观测里，在任何正式巡天还没开始之前，鲁宾顺手就找到了2000多颗此前从未被发现的小行星，其中7颗是近地天体。对比一下，2024年底用更小的调试相机做工程测试，找到了73颗，而2025年6月这次将近30倍。然后到了2026年4月，就是那封改写记录的邮件，这个数字又一次跳级，11000颗。轨道分布的动画里，你能看到那些新发现的小行星不是随机散落的，而是形成了一条条从望远镜指向方向放射出去的扇形射线。
望远镜看哪里，新天体就出现在哪里，不是因为别处没有，是因为以前没有望远镜认真看过那里。这才是这件事真正令人背脊发凉的地方。不是鲁宾有多厉害，而是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熟悉的太阳系，其实还有那么大的一片是空白的。要理解这个空白，得先知道找小行星这件事儿，人类已经干了多长时间，干得有多费劲。1801年1月1日，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佩·皮亚奇在巴勒莫的天文台工作，注意到一个微弱的光点在相邻2个夜晚之间悄悄挪动了一点位置。他最开始以为是彗星，追踪了几周之后发现不对，这东西的轨道在太阳系里大概是应该有颗行星的位置，但它太小了，跟任何已知行星都不一样。他给它起名叫谷神星，这是人类确认的第一颗小行星，一份此后200多年从没停过的名单从这里开了头。最开始那100多年找小行星靠的是纯体力，先拍一张星空底片，几周后回来对着同一片天区再拍一张，然后2张叠起来肉眼比对，哪个光点动了就是候选目标，全靠眼睛一颗一颗看。每一个新发现背后都是几个月的重复劳动。1980年代开始，数字相机取代了底片，软件可以自动标记移动的亮点，效率大幅提升。太空守望、Linear、卡特里娜、全天巡天、泛星计划、Atlas 网络、Neowise 空间红外望远镜，全球天文学家把所有力量拧在一起，用了几十年，把小行星的年度新发现产量慢慢堆到了大约2万颗。200多年一颗一颗的找，人类手里攒了大约150万个已知小行星。然后鲁宾用6个星期的热身加进去了11000颗。这11000颗里当然不是同一种东西，数量最多的是火星和木星之间那条主小行星带的天体10279颗，另外还有103颗会穿越火星轨道，57颗木星族彗星，7颗在木星和海王星之间飘荡的半人马型天体，甚至还有3颗海王星特洛伊小行星，也就是锁定在海王星轨道共振里，跟海王星同甘共苦绕太阳转的那种。但是这里面有33颗比所有其他类型都更值得单独说说。33颗近地小行星，近地这2个字，普通人一听第一反应可能是要撞地球了吗？先把心放下来，这33颗没有1颗对地球构成任何威胁，它们的轨道经过精确计算，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会和地球保持安全距离，其中最大的直径约500米，其余更小。但它们的意义恰恰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背后那些我们还没有找到的东西。天文学家给潜在危险小行星设了一个尺寸门槛，直径140米，大概相当于一个普通街区的长度。这个大小的石头如果直接撞进人口密集的区域，不会让人类灭绝，但它释放的能量相当于一枚大型核武器，足以在瞬间摧毁方圆几百公里内的一切。这不是科幻，这是物理上真实存在的风险级别。2005年，美国国会专门立法，要求 NASA 在2020年前找到并追踪至少90%直径超过140米的近地天体。国会设了期限，期限到了，目标没达成。2023年最新的同行评审数据，这个档位的天体目录完整度大约是38%到40%。也就是说，在那些足以摧毁一座大城市的近地小行星里，还有大约60%，我们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里，也不知道它们下次什么时候经过地球附近，60%我们不知道的60%，现在此刻就在太阳系里某个没有任何望远镜标注的轨道上飘荡。这不是学术上的遗憾，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盲区，而鲁宾天文台就是专门为了填上这个盲区而造的。根据10年巡天的模拟预测，鲁宾将新发现近9万至13万颗近地天体，并且能完成对那个140米门槛以上潜在危险天体超过70%的编目。加上现有成果，届时人类对这个档位的掌握程度将终于接近当初国会定下的那个90%目标，只不过迟到将近20年，而且知道有什么用。NASA 的 DART 任务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2022年，一艘探测器直接对准了一颗小行星，正面撞上去，成功地把它的公转周期改变了几十分钟。
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演示了行星防御，但前提是我们得先知道它的存在，我们得先找到它。没有星表，再先进的防御技术也是空谈。鲁宾正在建立的这份星表是所有人类自救计划的第一步。不过，如果你以为鲁宾这次数据里最令人震惊的是那33颗近地小行星，那你还没看到最后。最让天文学家真正兴奋起来的是一批躲在数据最偏僻角落里的东西，380颗海王星外天体。海王星之外，那是整个太阳系里人类了解最少的区域。1930年冥王星被发现，此后60多年，那片区域就像一个没有照明的停车场，只有冥王星一盏灯孤零零亮着。直到1990年代，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海王星外天体才开始陆续被确认。此后30年的全球努力，把这类天体的总数量积累到大约5000个。30年5000个，鲁宾6周380个。但是380颗里有2颗的运动轨迹，简直像是来自另一个宇宙。它们的临时编号是2025LS2和2025MX348。这2颗天体都在极度拉伸的轨道上运行。衡量轨道形状有一个数值叫离心率，纯元是0，越接近1就越扁越长。这2颗天体的离心率都超过了0.9，几乎接近那个极限。轨道被拉得像一根捏变形的橡皮圈，然后你算一下它们离太阳最远的那个端点在哪里，大约1000个天文单位。1000个天文单位是什么概念？地球到太阳是一个天文单位，海王星是30个。旅行者1号那艘1977年发射的探测器已经飞了将近50年，目前离太阳大约165个天文单位，是人类制造的飞得最远的物体。而这2颗天体轨道的最远端在1000个天文单位，是旅行者1号花了近半个世纪才走到的距离的6倍。它们跻身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距离最遥远的30个太阳系小天体之列。为什么要拼命找这种东西？因为它们的轨道本身就藏着太阳系历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有一个悬案在天文学界讨论了好几年，第9大行星。有科学家注意到，一批极端轨道的海王星外天体在轨道取向上表现出一种可疑的聚集趋势，就好像它们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统一拨弄。如果存在这只手，那它的身份可能是一颗我们从未直接观测到过的巨大行星，躲在海王星轨道以外漆黑的深处。但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统计上的偶然或者观测偏差造成的幻觉。目前没有定论，因为之前找到的这类极端轨道天体数量太少，样本不够，谁也说不准。鲁宾是第一台真正有能力积累到足够多这类天体，从而彻底搞清楚这个信号是真实还是噪音的望远镜，而它现在才刚刚热完身。这台望远镜以薇拉·鲁宾的名字命名，这个名字值得单独提一下。薇拉·鲁宾是20世纪美国天文学家。1970年代，他和同事一起测量了许多星系外缘恒星的运动速度。按照正常逻辑，离星系中心越远的恒星受到的引力越弱，应该转得越慢，就像太阳系里的海王星远比水星慢一样。但他发现星系外圈的恒星转得出奇的快，快到用那里所有可见物质的引力根本没法解释。这意味着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把这些恒星拽住，这就是暗物质存在的关键观测证据。这项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大尺度结构的理解。暗物质不是宇宙里可有可无的陪衬，它是整个宇宙骨架的主要建材星系。星系团、宇宙的大尺度纤维网络都是它塑造出来的。薇拉·鲁宾把宇宙里最大尺度的隐形结构给找出来了。以它命名的这台望远镜现在正在做的事，是把我们自己太阳系里最细小尺度的隐形结构一个一个找出来，那些一直存在却从未被任何人看见过的岩石、冰块和碎片。找隐形的东西，2件事，1个方法，用足够精细的眼睛去追踪运动，那些看不见的就会慢慢浮出来。现在来说最后一个数字，让这一切有个落地的感觉。鲁宾天文台的正式巡天计划叫时空遗产巡天，预计持续10年。根据模拟预测，正式巡天启动后，大约每2到3个晚上就会新发现将近11000颗小行星。
10年下来，预计将有超过500万个全新的太阳系天体被加进人类的星表，其中大约70%会在最初的2年里到来，500万个。你知道我们现在手里有多少吗？150万个，那是200多年的积累。鲁宾打算在头2年把这个数字翻好几倍。而且别忘了，前面视频里说的11000颗，所有的这些发现全部来自正式工作之前的6周热身。那6周只是他睁眼说了声早安，正式干活今天才刚开始。